每组数字的背后都内藏玄机，它也许是通往宇宙的钥匙，也可能是找到交易的圣杯。这组神奇数字，在这652天的交易日里，总收益率来到了626%。是什么样的数字这么神奇？今天我就来演示这组数字的背后，到底是如何扮演指标与策略的关联性。我把它称为亚洲版的黄金切割率。我所使用的参数，参照佛学里的佛法108戒，分别为3、6、18、54、108。稍后我将一一说明及验证。如果你对本次内容感兴趣，你只要温柔地点击订阅按钮并观看到最后，带你从0到1到 N 的无限成长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欢迎来到指标与策略。俗话说，指标靠量化，策略要内化。上一集所提到的策略在我的投资组合里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，它属于顺势交易策略。本集这套策略属于多空对翻的逆势交易策略。让我们来谈谈亚洲版的黄金切割率是如何应用在逆势交易策略上。与大多数交易策略一样，适用于外汇、股市、期货、贵金属、加密货币或其他参与者众多的金融衍生商品。这套交易策略我会在 TradingView 上实现，并使用2个免费指标。接下来我就从头到尾说明及演示一遍，如何在 TradingView 上添加并使用这套交易策略。当然，指标的链接会在下方的说明栏位中列出，省去大家搜寻指标的时间。这套交易策略是由2种不同指标组合而成，指标分别为 CCI 以及 ATR。与往常一样，快速科普指标其中含义。首先是 CCI 指标，中文全名为顺势指标，英文为 Commodity Channel Index， 简称 CCI。早期 CCI 用于商品期货市场上，分析市场用的技术指标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广泛的使用在期货以外的各种市场上，在分类上属于震荡指标的一种。但是 CCI 不只被用于根据市场超买超卖的逆向操作上，更适合用来判断市场方向性、追踪趋势使用。首先，大部分的震荡指标显示为0至100之间，或者在正100至负100之间，但是 CCI 并没有数值的上下限。一般而言，水平线会落在正100与负100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加入 CCI 信号线后，当信号线大于正100以上，是为多头趋势，可以建立多单仓位或进行空单平仓。反之，当信号线小于负100以下，是为空头趋势，可以建立空单仓位或进行多单平仓。如果依照这个规则进入市场，在某些层面上有不错的效果，但其实，当行情都属于长期盘整阶段，如果你的投资组合都是顺势策略，这很有可能会导致你的荷包被盘整这个怪兽给吃了。所以，我将应用 CCI 指标来添加额外确认层，并将顺势策略改为逆势策略，这也是本集要展现的主要入场信号。首先，让我们添加2个 CCI 指标。第一个参数20改为18，颜色设置为白色，样式里的上下轨维持不变，其他的样式，请依照我的方式来进行设置。第二个参数20改为54，颜色设置为橙色，并将样式里的上下轨，正100改为正200，负100改为负200，其他的样式，请依照我的方式来进行设置。完成后，将2个 CCI 指标合并到同一个图表内。金叉及死叉作为入场的信号，可以看到，当 CCI 白色快线进入到负200以下位阶，这里就是我们本集要找的多头信号。等白色快线往上回调，并大于橙色慢线，此时我们就建立多单仓位。多单平仓的方式正好相反，当 CCI 白色快线进入到正200以上位阶，等白色快线往下回调，并小于橙色慢线，此时我们就进行多单平仓。反之，当 CCI 白色快线进入到正200以上位阶，这里就是我们要的空头信号。等白色快线往下回调，并小于橙色慢线，此时我们就建立空单仓位。空单平仓的方式正好相反，当 CCI 白色快线进入到负200以下位阶，等白色快线往上回调，并大于橙色慢线，此时我们就进行空单平仓。但可以看到，这套交易系统属于多空对翻逆势交易策略，需要大一点的空间出场。当进场后，出场的点位很难使用固定比例的方式来进行风险控管。如果依照风险回报比固定方式来配置，可能导致行情震荡时被甩出场。现在，我将展示第3个指标，这也是最重要且能正确判断停损的指标，称为 ATR 指标，中文全名为真实波幅度均值，英文为 Average True Range， 简称 ATR。ATR 是一个基于波动率的系统，可以识别价格的变动，
该指标并不提供任何方向性的指引，只能取平均真实范围来定义波动性的值。们将原本 ATR 参数14改为108。指标的参数及样式，请依照我的方式来进行设置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展示的3个指标。接下来，我将结合实例说明交易规则，并且让大家知道如何将这套交易策略运用在市场上。进入到交易规则，这是在外汇市场欧元对英镑3小时级别图表进行多空对翻的规则。第一 ，CCI 白色快线进入到正200以上位阶，视为空头信号，橙色慢线则可不用。第二，等白色快线往下回调，并小于橙色慢线产生死叉信号，这2个条件全部满足后，对应到的 K 棒就是我们要找的关键 K 棒，关键 K 棒的收盘价就是我们要找的进场点位。停损，取6倍 ATR 的值作为停损点位。数据窗口显示，关键 K 棒 ATR 的值为 0.00211 乘以6倍，等于 0.01266。停利，当白色快线进入到负200以下位阶，橙色慢线则可不用，等白色快线往上回调，并大于橙色慢线产生金叉信号，进行空单平仓。这里可以看到，虽然白色快线2次触及负200以下位阶，但白色快线往上回调，并没有大于橙色慢线产生金叉信号，直到这个点位才符合。可以看到我们的停利目标最终在这里击中了这根 K 棒。紧接着进行多单的规则。第一 ，CCI 白色快线进入到负200以下位阶，视为多头信号。可以看到这个点位的出现已符合第一个条件。第二，等白色快线往上回调，并大于橙色慢线产生金叉信号，这2个条件全部满足后，对应到的 K 棒就是我们要找的关键 K 棒，关键 K 棒的收盘价就是我们要找的进场点位。停损，取6倍 ATR 的值作为停损点位。数据窗口显示，关键 K 棒 ATR 的值为 0.00218 乘以6倍，等于 0.01308。停利，当白色快线进入到正200以上位阶，橙色慢线则可不用，等白色快线往下回调，并小于橙色慢线产生死叉信号，进行空单平仓。可以看到我们的停利目标最终在这里击中了这根 K 棒。这笔多头信号结束后，紧接着又是一笔空头信号。第一 ，CCI 白色快线进入到正200以上位阶，橙色慢线则可不用。第二，等白色快线往下回调，并小于橙色慢线产生死叉信号，这2个条件全部满足后，对应到的 K 棒就是我们要找的关键 K 棒，关键 K 棒的收盘价就是我们要找的进场点位。停损，取6倍 ATR 的值作为停损点位。数据窗口显示，关键 K 棒 ATR 的值为 0.00214 乘以6倍，等于 0.01284。停利，当白色快线进入到负200以下位阶，橙色慢线则可不用，等白色快线往上回调，并大于橙色慢线产生金叉信号进行空单平仓。可以看到我们的停利目标最终在这里击中了这根 K 棒。这里验证了3、6、18、54、108这5个参数，3为3小时图表，6为 ATR 停损倍数，18为 CCI 白色快线，54为橙色慢线，108为 ATR 的参数值。虽然看起来很复杂，但真心建议多回放几次，这样才有机会使我们的荷包增胖一波。最后，又到了干大事的时间。没错，我将进行100次的复盘回测，入金金额为1000美元。对于资金控管，每笔风险百分比的交易总额为2%，杠杆使用1比200。事不宜迟，让我们开始吧。这是欧元对加币3小时级别图表里，回测日期为2020年1月至2022年7月，在这652天的交易日里，总交易次数为100次，胜率75%，盈利6260.80美元，连续盈利9次，连续盈亏4次，风险与报酬比12.14，总获得70548小点，总收益率为626%。净值曲线图完美的45度往上扬，回档的空间不大。在此同时，我想分享一套策略上的管理，逆势策略又称左侧交易，逆着市场进行猜头摸底；顺势策略又称右侧交易，顺着市场趋势轨迹来进行。不论是主观交易或是程式交易的朋友们，如果手上有多个商品正在进行，除了商品相关系数及资金风险的控管外，
顺势及逆势策略都需要拥有，这个比例可以是5:5或是6:4，这样才可以补足横盘时的亏损。这套交易策略非常值得你去尝试并好好的优化它，可能有点小复杂，但在逆势的商品上有不错的绩效。相信我，交易的市场水非常深，唯有透过不断优化自己的策略，风险控制得宜，这样才能在市场上存活下去。如果你喜欢本集的影片，请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花你5秒的时间点赞及分享，我会非常的感谢。好啦，指标靠量化，策略要内化，今天的频道就分享到这。如果你对这套交易策略有其他更棒的想法，也欢迎底下留言。指标与策略祝各位顺心，我们下次见。